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么这期影片让我们回归这个频道设立的初心，就是讲历史。那么今天就让我来给大家简单解读一下中国古代统治阶级育民之术的经典著作《商君书》。这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帝王之学，既是中国古代历代帝王的必读教材，同时也是一本只有帝王才能阅读的禁书。在解读《商君书》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商君书的一些人物和时代背景。那么讲到商君书，就不得不提到商鞅。商鞅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提到他，人们便会首先联想到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被历代改革家们屡屡援引的变法成功的典范。商鞅生于战国中期，生年不详，卒于西元前338年。商鞅原本是魏国公子的儿子，本姓公孙，所以人们称他为公孙鞅或者魏鞅。后来因为他率领秦国军队打败了魏国，秦孝公便把商今陕西商州这个地方赐给了他，封号商君，于是后人便习惯叫他商鞅。商鞅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商鞅年轻时喜欢行明法术之学，形成了以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商鞅年纪尚轻时便投靠魏国宰相公孙痤为家臣，颇受公孙痤的重视。在公孙痤将要病故时，被举荐给魏惠王为相，可惜未被任用。公孙痤对魏惠王说，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不予采纳。西元前361年，听闻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于是商鞅便携带着李悝的法金投奔到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颈监见到孝公。当面见求贤心切的秦孝公时，商鞅先是陈述帝道，接着是王道，再是霸道，最后是强国之术。最终商鞅以强国之术打动秦孝公，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他劝秦孝公变法时曾说，治世不依道，变国不伐古。意思是说，治国并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非要拘泥于古法旧制。随后商鞅提出变法修行，内务更驾，外劝战死之赏罚的观点，可知商鞅对天下古今发展大势知之甚深，有自己的一番见地。商鞅在周显王13年西元前356和19年西元前350先后2次实行变法。商鞅变法的主要举措有以下几项：一是推行地方自治，百姓相互监督，实行连坐法；二是严禁大家族聚居，推行分家劳作，禁止内斗；三是制定军功爵位制，赏军功者，罚私斗者；四是奖励农耕、纺织，大力惩罚工商业从业者；五是废除贵族世袭，宗室以军功论赏；六是实行县制，令都、乡、邑聚集为县，设置令、丞等官职；七是实行新田制，开阡陌，明疆界；八是于咸阳建立新都，营建宫廷；九是统一度量衡，平斗湖，衡量丈尺；十是实行严刑峻法。商鞅推行变法，为取信于民，也颇动了一番脑筋。例如在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3丈高的木头置于国都南门，悬赏10金将木头搬到北门，但没人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他又将赏金加到50，终于有人前来尝试，果然得到了赏金，百姓便开始相信其法令言而有信。又当值太子犯法，商鞅惩罚了他的师父公子虔和公孙贾。后公子虔又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这一赏一罚在秦国起到了震慑的效果，是秦国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但商鞅执法严明，也触犯了许多权贵。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公子虔等贵族诬害，最终被车裂而死。商鞅在秦国执政近20年，始偏居中国版图西北角落，一度被以夷狄视之的秦国一跃跻身富强国家之列。后世遵循其法，逐渐在群雄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100多年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与商鞅变法奠定的坚实基础不无联系。虽然商鞅最终不得善终，而且他的思想颇受争议，但他对秦国及后世的政治格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不容抹杀。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先生将他列为中国6大政治家之一。商鞅变法的思想主要记载于《商君书》中。
下面就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商君书。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在战国后期颇为流行。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和起源众说纷纭。韩非子武义中提到，今境内之民皆言志，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但因商君书中的耕法、错法、来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后之事，显然并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代法家流，多鞅舆论，以成事编，应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其中注重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商君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注录为29篇，南宋朝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注录该书只剩26篇。后来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该书仅存25篇。清代严万里得到的原刊本共26篇，其中2篇有篇目无内容，实际为24篇。如今我们可见的就是这24篇的版本。商君书冠以商鞅之名，究竟是否为商鞅所作，学界多有争议。有人认为其中有商鞅所作篇章，但大多为商鞅后学所作；也有人认为全是商鞅后学所作。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此书颇能反映商鞅本人的变法治国思想。该书虽然只有短短的24篇，但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治等多个方面，其中观点余暇互见，对于当今的社会仍有诸多可供借鉴、警戒之处。商君书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农战兴国，强国弱民。强国弱民的核心内容可以总结为育民6术。育民6术分别为弱民、愚民、疲民、平民、辱民、虐民。首先是弱民，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所以治国有道的国家力求使人民弱小。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诡，淫则越智，弱则有用，越智则强。人民朴质则怯弱，放纵则强悍。怯弱则守法，强悍则放纵任性。守法则可治理，放纵任性则混乱。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所以说，采用使民众强大而不听从法令的政策来除去强悍而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必定弱小；采用使民众服从法令的政策来除去强悍而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必定强大。秦统一6国之后，为了使人民不能拥有武器对抗国家，秦始皇收集天下的武器居于咸阳，铸成12金人，以此来削弱天下人民的反抗力量。当人民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就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力量来对抗君主，只能老老实实的任由统治阶级随意摆布，这样国家才能更容易的治理，君主的地位才能更加的稳固。其次是愚民，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物及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啃矣。愚笨的农民愚昧无知，不喜好学问，那么必然竭力从事农业生产；聪明的农民不离开他们所从事的就业，那么荒地就必然能得到开垦了。使民无的善喜，则诸于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避农，使民众不得擅自迁徙。那么愚昧无知、不安心农业生产的人就没有地方谋求食物，而必然务农了。愚心躁欲之民一役，则农民必尽；农尽，诸愚，则草必啃矣。愚昧且欲望躁动的人都一心务农了，那么农民必然尽心务农。农民尽心务农且愚昧，那么荒地就必然能得到开垦了。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令明白易知而必行，民众愚昧就容易统治，这是从法令明白易懂且必能实施中产生的。愚民就是实行文化专制，让人民愚昧无知，不会独立思考，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任由君主驱使。这个策略就是在思想上去控制人民，不能让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人们只需要像一个机器一样在运转即可，通过国家的政策去控制他们的思想。这样一来，国家就不会受到他们的威胁了。这里要注意的是，愚民并不是不让人民接受教育，毕竟统治者还是需要读书人，也就是官僚阶层来辅佐治理国家。愚民指的是统一思想和观点，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其他的思想和观点全部都是邪门歪道。
统治阶级只允许民众看到他们想给民众看到的，统治阶级只允许民众听到他们想给民众听到的。说白了就是统治阶级对民众的一种洗脑。科举自创立起，其根本的目的并不是为国取材，也不是化育天下，而是牢笼治世，让天下的聪明人全部都进到科举的牢笼里，让他们钻研章句，白手穷经，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样的话，这些读书人就不会异想天开了。那读书人安定了，天下即使还有人想造反，也不过是些草寇之流罢了。这样一来，君主的统治就稳固了。商鞅提出愚民的主张，是为了使人民能够安心地为君主服务，不要有过多的非分之想，和保障国家粮食的充足。愚民只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君主的统治需求。然后是疲民。商鞅规定，百姓在耕地时，眼睛不能乱看，耳朵不能乱听，嘴巴不能乱说，要一门心思地埋头苦干。这个意思是让百姓不断地劳作，让他们整天过着疲惫的生活，为了自己的养家糊口，不得不整天的辛苦劳作。这样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去想别的了，让民众为了最低程度的生存而四处奔波，无暇顾及他事，那么君主的统治便能够得到稳固了。随后是平民。农有余时，则伯业而渔岁。农民有了余粮，就终年安闲，不务生产。民贫则利富，利富则淫，淫则有失。民众贫穷则弱小，国家富裕则放纵，放纵则有弊端。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弊，则农不偷，农不偷，六失无蒙。所以民众富裕就不遵从法令，致使百姓以粮食来换取官爵，官爵的取得必须凭借他们的力气，那么农民就不怠惰，农民不怠惰，6种弊害就不会萌生。故国富而民治，重强。所以国家富裕当以使百姓贫穷为治理目的，国家就强上加强。商鞅认为农民有了多余的粮食，就会整天安逸享乐，所以除了生存必须消费的粮食以外，其余必须尽数剥夺，通过加强赋税，压榨百姓的生产劳动成果，搜刮余量，不能够让人民富裕起来，要一直让他们处于贫穷的状态，这样他们就只能够服从国家的安排了。商鞅认为，只有让人民一直保持没有安全感的状态，才能够让人民对君主有绝对的依附，让人民一直感到来自周边国家侵犯的威胁，人民才能感觉到君主的温暖和伟大，才能死心塌地地为其卖命，没有二心，只有于衷。平民其实就是让人民在贫困线上挣扎，使人民家无激素，不断地折磨民众，让他们的眼界发生改变，让每一位百姓都成为一个人穷志短的国家工具人。接着是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民众屈辱就会崇尚爵位，弱小就会尊敬官职，贫穷就会重视赏赐。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时兵用约强，国家用刑罚来治理，民众则乐于被役使；用奖赏来激励作战，民众则不在乎死亡。所以进行作战，任用士兵就强大。民有私荣则见猎卑官，富则轻赏。民众有非国家给予的荣誉，就会轻贱爵位，轻视官职；民众富裕就会轻视国家给予的奖赏。治民羞辱以行战，则战民未死；事乱而战，故兵蒙怠而国弱。治理民众以刑罚和作战为羞辱之事，那么作战的民众就畏惧牺牲。正是混乱时作战，因此士兵和农民怠惰而国家衰弱。辱民就是让百姓觉得自己是社会的底层人员，只能够生活在底层，只能够听从统治者的安排。百姓没有自尊自信，就会更加的尊重官员，为了奖赏看淡生死，为国家卖命。商鞅还鼓励民众相互举报，使民众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民众才能不断的信任和依赖官员。最后是虐民。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志。任用善人，那么民众就会亲近自己的亲人；任用奸人，那么民众就会亲近法治。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加重刑罚，不滥加赏赐，那是国君爱护民众，民众就会为国君拼死效力；滥加赏赐，减轻刑罚，那是国君不爱护民众，
民众不会为国君拼死效力。商鞅认为，任用善良的人治理天下，会导致天下大乱；任用奸恶的人来治理善良的人，则会变得井然有序。只有对民众施以严刑酷法，他们才会敬畏君主，君主的权威才能够得到保障。研读《商君书》，能深刻感受到秦文化的两个特征，即极权主义和功利主义。就极权主义来说，首先体现为君主必须牢牢掌控权力，其次是把壮大军事力量、加强军事装备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力主以武力吞并他国。在画册、君臣、进士等篇中，都阐述了君主应牢牢掌控一切权势和力量，才能治理好国家的主张。尤其是在进士中，更是直言法治乃是君主治国的必要手段和工具，君主本身是至高的、权威的存在。农战、战法、立本、兵守、境内、外内等篇中，都反复阐述了加强军事力量对国家存亡的意义，并详细论述了加强军事武装的途径和方法，以及如何作战的具体措施等。这些观点和举措毫无疑问会使一个国家成为军事实力强大、君权至上的集权国家。再看功利主义的特征，这个特征充分反映在书中所一再强调的法治和农战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上。商鞅所说的法治，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治国原则、保障人民权益的观念，而是仅仅将法治作为一种手段来维护和保障君主的权益，达到政令能够顺利落实、百姓顺从而不反抗的目的。一方面，商鞅看到了法治能够维护社会秩序，落实国家政令，维护君主权威的重要作用，指出治国的一个基本方略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且一定要贯彻落实下去。只有这样，国家的农战政策才能顺利实施，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但另一方面，法治在他那里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这种工具是君主治国治民的三大利器之一，另外两大利器是信用和权力。比如说君无戏言，天赋皇权，皇权至高无上等等。以法治治理民众，不是要使民众变得强大，恰恰相反，是要使民众贫弱，没有能力反抗国家的政令，只能被迫接受国家的政策法令，比如农耕和作战。总之，在商鞅看来，法治是一种达到政治利益最大化、最为便捷有用的方法和手段。商鞅使秦国变得日益强大的另一个有效的政策，就是使民众从事农耕和作战。书中反复阐述商鞅的农战思想及具体措施，使民众从事农耕，而反对他们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根本原因，是要增加粮食产量，保障国家的军事需要，为对外扩张、吞并他国做好充分的物资准备。而使民众作战并给予高官厚禄的根本原因，则是加强军事力量，在保护本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外扩张，统一诸国。毫无疑问，要使战争获得胜利，物资和兵力是两个关键因素。然而在生产力低下的战国时期，要使作战物资和兵力短期发展起来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集中人力耕种和鼓励民众参军。这样的主张和举措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商鞅只考虑了国家利益，却并没有考虑民众的情感和生理需求。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只有使人厌恶的刑罚才能使人们正常的生活劳作。所谓的仁义道德，只会使国家混乱。因此，商鞅只是将民众看作供君主驱使的工具而已，他们不能有个人的情感道德和利益需求。所以在垦令篇中，他主张以加重商人税收、废除私立旅馆、禁止人们迁徙及与外国人接触等措施来迫使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商鞅乃法家代表人物，法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是显学之一，而法家之所以显要，则在于他在政治上所独有的贡献，即关于君权、法治等主张不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制度层面上解决了社会日趋复杂化的管理问题，而且在操作层面上也极具实际效力。凡是施行变法的诸侯国，其国力都得以增强，如任用李悝的魏国，启用吴起的楚国，任用申不害的韩国。秦国更因为商鞅变法，自秦孝公时起国势一变，与东方六大诸侯国并驾齐驱，势力不容小觑。即使商鞅最后惨遭车裂之刑，秦国在沿用商鞅所建立的政策措施之后，
最终国富民强，逐鹿中原，统一天下，建立了自周朝800年之后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权王朝。秦朝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的集权王朝，不仅完全秉承和实践了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而且它由此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后世2000多年的集权王朝。那么好，这期关于商君书的影片就先讲到这里，非常推荐大家自己去完整阅读一下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并不多，大家专心阅读的话，1-2天就能读完，或许你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收获。如果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